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金河百度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是个自控力极差的人，虽然不停地给自己定目标、立 flag， 甚至偷偷发誓，那真的是怎么读怎么来。然而并没用，一次次打脸，却还是死性不改。这可能就是典型的不要脸的表现吧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所以说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这句话很真实。你想，我们连自己都能骗，还有谁不能骗，对吧？我之前无数次要减肥，每天晚上定第二天5点的闹钟，计划去跑步，结果没过几天我就把闹钟扔了，因为没啥用，还影响睡觉。我还要求自己不吃高热量食物，不喝快乐水，结果瘾上来了，谁都拦不住。吃的话会胖，但不吃的话会死，就这种状态。除了减肥，其他很多事都一个样，自控力全在嘴上，跟身体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有没有同款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告诉我。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大家的通病自控力的问题。我们经常会把一些问题归咎于自控力差，戒不掉坏习惯自控力差，没办法自律自控力差，找不到对象自控力差。这个不算。其实自控力就是人们对外界诱惑和自身行为习惯的自我控制能力。自控力一书中把自控力细分成3个方面，就是驾驭我要做、我不要和我想要的3种能力。这种能力来自于大脑的前额皮质，它控制着我们去关注什么、想些什么，甚至能影响我们的感觉。比如刷手机打游戏很爽，你想要爽一把，但前额皮质右边的区域会告诉你不能去。没人愿意主动去学习看书，但前额皮质的左侧区域会告诉你你得做。位于前额皮质中间靠下的区域会记录你的目标和欲望，就是你想要什么。这3个能力构成了我们的自控系统。大脑里还有个系统叫冲动系统，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很明显它跟自控系统对着干，所以自控力差的人就是冲动系统占了上风。自控力中将自控力缺失分为4种类型：注意力分散、道德许可的作祟、向明天赊账、光环效应的欺骗。咱们逐个来分析一下，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，去超市买东西，如果是漫无目的的瞎逛，会因为这个打折了，那个买1送1了，买一堆促销商品；而如果是目的明确，有购物清单，就基本不会被促销活动影响。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，让正在背电话号码的学生去拿食物，他们选择巧克力蛋糕，不选择水果的概率会比一般学生高 50%。因为咱们的大脑不擅长同时专注于2件事情上。当你把清醒和理性给了其中1件事时，在另外1件事的处理过程中，欲望和直觉就会趁虚而入。所以在选择时，冲动系统占了主导地位，向诱惑屈服。就是你觉得自己稍微冲动一下、放纵一下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比如减肥瘦了一点，就必须吃个大餐犒劳一下自己；理财收益涨了一点，就必须买个包奖励一下自己。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的实现，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道德许可的自我安慰中，把有悖于目标的行为打上合情合理的标签。而且它最糟糕的并不是这个奇怪的逻辑，而是它让我们相信放弃节食、打破预算这些不良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款待。这就过分，就是说我们把想做的事儿变成必须做的事儿。当你觉得一件事儿明天也可以做的时候，90%可能会放到明天，剩余的10%明天也不一定做。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，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曲奇饼干中选一个。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，83.3%的学生选择了曲奇饼干，而如果是一次性选择，只有57%的人选择曲奇饼干。我们要做与自控力挑战有关的决定时，脑海中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乐观和自信，就是觉得自己未来会做得更好。但到了明天，大家心里都清楚还是老样子，对吧？消费不需要自控力，所以很多人脑子一热就买了跑步机、划船机之类的。但锻炼身体就需要很强的自控力。90%的运动器材，要么是在阳台上晾衣服，要么是在杂货间里度过余生。俺也一样。有点像晕轮效应，就是很多事物的品质和特点，就像有一圈光环笼罩在它上面一样，会误导你对它的认识。比如蔬菜沙拉健康吧，但就是这层健康光环蒙蔽了咱们的双眼。事实上沙拉酱的热量并不低，平均每100克有700大卡，比巧克力和汉堡还要高一点。只要使你放纵的东西和你觉得品德高尚的东西同时出现，就会产生光环效应。比如研究人员发现，出于慈善目的购买巧克力的人会吃更多的巧克力来奖励自己的善行。其他还有很多光环效应的骗局，比如益智游戏并不益智，零卡可乐也不健康。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了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但如果咱们先了解3点关于自控力的真相，就容易很多。第一，自控力最高的境界是习惯。有一些牛人每天坚持早起跑步，每天固定时间阅读学习，从不吃垃圾食品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自律的时候，他们最平淡也最牛叉的回答是不是这句？因为习惯了。
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高效自律的是习惯，而不是自控力。他们做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、毫不费力的执行下来的，就跟咱们刷牙洗脸一样，这些肯定不需要自控力，对吧？所以最强的自控力就是形成习惯，提高自控力的关键也是培养习惯。第二，自控力是有限的，自控力跟肌肉力量一样是有限的，会逐渐消失，而且每个人的强弱都不一样。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会觉得累，强迫自己不玩游戏去学习你也会觉得累，这就是你的自控系统跟冲动系统斗争的过程。双方对战，不管谁胜谁败都死伤惨重。自控力一书中提到，自控力从早上到晚上会逐渐减弱，当然它也跟酸痛的肌肉一样会慢慢恢复。每个人自控力强弱不太一样，但不会差太多。学霸牛人也不是天生就自控力强，大家也别用这个当做放纵自己的借口，因为跟肌肉力量一样，自控力可以通过锻炼来加强。第三，影响自控力的因素很多。说这个是想让大家别过分苛责自己，偶尔一两天松懈下来，不用自怨自艾。影响自控力的因素很多，比如压力。咱们压力大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放松一下，比如睡眠不足，这容易导致注意力分散、情绪管理失常。再比如环境影响，手机放在兜里，一会儿一个消息提醒，总会有一两次忍不住，它会让我们把自律的标准降低，所以我手机从来都是静音。知道这些就好办了，让自控力成为一种习惯，像锻炼肌肉一样强化自控力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培养习惯的关键是什么呢？我觉得《掌控习惯》一书里提到的4步模型非常有用。第一步，提示，就好比是触发大脑启动一系列行动的引线，比如1到12点咱们就觉得该吃午饭了。让习惯显而易见有2个方法：一、行动具体化，就是明确自己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要做什么事儿，比如我要在明天6点起床跑步。2、绑定原有习惯，就是把新习惯跟老习惯绑定在一起，比如明天一刷完牙就去跑步，一吃完早饭就去看书。第二步，渴望，就是让你喜欢上新习惯，也有2个方法：一、把它跟自己的爱好绑定，比如你喜欢看书但不喜欢写作，那就绑到一块儿，每天看书的时候摘抄一些文字，就会养成写作的习惯。2、跟有同样习惯的人组队，人是群体性动物，融入群体之后会有归属感，别人的认可也会持续给你动力。第三步，反应，让坏习惯变困难，让好习惯变简单，还是2个方法：一、创造条件，比如去图书馆关掉手机，把书摆在自己面前，接下来除了看别无选择，对吧？2、2分钟法则，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时，它所用的时间最好控制在2分钟以内，比如先看2分钟的书，你会继续看下去；先跑到楼下，你会继续跑下去。第4步，奖励，打游戏、刷手机都是因为立等可取的奖励，所以培养习惯也得给自己一点甜头。有个取别针策略，这里我建议用硬币代替，比如每听完1节课就往罐里扔个硬币，这样努力就会变成可见的进步，可以强化行动力。当然也可以用打卡日历、晒朋友圈等等，坚持按照上面4步执行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些习惯已经不费力气。人们一直觉得大脑的结构是固定不变的，大神天生就是大神，弱鸡再努力还是弱鸡。但是过去10年里，神经学家发现，人脑就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，对经验有超乎寻常的反应。你让他学数学，他就越擅长数学；你让他专注，他就越专注。他会根据你的要求重新塑形，就像通过锻炼能增加肌肉一样。自控力提到4个方法可以训练大脑，强化自控力。一、冥想，冥想可以减轻你的压力，指导大脑处理内在的干扰，比如冲动、欲望，还有外在的诱惑，比如声音、画面。研究表明，定期的训练大脑冥想能帮人戒烟、减肥、保持清醒。每天5分钟安静坐好，专注呼吸，会有神奇的效果。2、放慢呼吸，有点像练肺活量，把呼吸频率调整到每分钟4到6次，不要着急。放慢呼吸能激活前额皮质，提高心率变异度，有助于你的身心从压力状态调整到自控力状态。这样训练几分钟之后，你就会感到平静、有控制感，能够克制欲望。所以下次你再想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就给自己2分钟时间放慢呼吸。3、绿色锻炼，不喜欢锻炼的小伙伴先别急眼啊，不是真正让你去跑5公里，就是走到室外，去河边、去公园走上5分钟，遛狗也可以。5分钟的绿色锻炼就能减缓压力，改善心情，提高注意力，增强自控力。4、睡觉，没错，就是睡觉。这个是针对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来说的。如果你每天能赖床8个小时以上，就当我没说。良好的睡眠能够帮助大脑恢复到最佳状态，而且连续几天的好睡眠能够帮你储存能量，应对冲动系统。没条件的话，可以找个机会补个觉，打个盹儿。即便你是个自控力极差的人，这套结合了自控力和掌控习惯的方法也一定会有效果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这种人，干啥不行，懒散第1名，通过这些方法才成功自救，慢慢变得自律，所以是本 UP 亲测过的，大家放心使用。最后啰嗦2句啊，这期视频有点长，不过我觉得干货还是挺多的，坚持看到这儿的帖子无疑，所以不如顺手一键3连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，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
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